哎，少成，那个在圣都当官的硕丹人叫散骑常侍什么来着？散骑常侍史比纳。啊，对，按你说的，我因史比纳的赌疯输了一大笔钱，再替他还上，这给他感动的，跟我称兄道弟的。趁机我让他引荐你跟郝吉见面，他已经办成了。不过，这个郝吉我查了一下，他也上过战场，你跟他打交道。放心吧，他只是想要低价买盐，我就是要用他想要的，与他一起对付李宗旭。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，你从战场回来从来不跟硕丹人打交道，我担心的是……好了，这事已过去多年，你就别担心了。哎。你就是散骑常侍史比纳向我引荐的大风勇士。我看他在圣都待了几年，这眼睛都变瞎了。何出此言？你上过战场？好眼力。战场我也上过，上过战场杀过人的，身上的味道不一样。你手上沾过硕丹人的血，还靠这个做了官，对吗？中原有句话，叫“昨日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；今日种种，譬如今日生”。在下已经将昨日的所有，全部都留在了战场上。今日我来，就是想交个朋友，聊笔生意。我不会和你做生意，我有我此行的使命，不想在你们的地方惹下任何事。我知道你，我话就直说了，我不喜欢你这样的人，离开这间屋子，离开！快跟上！上场！我本想着去接近一下郝吉，从他身上找到突破李宗旭的入口，可是此人戒备心很重，他对我有恨，我看到他也会想起战场上的厮杀，我很难忍住不对他动手。来，我帮你平复一下。没事，我歇会儿就好了。没那么简单。你有没有意识到，自从战场上回来，你就患上了心疾？相信我，我能缓解你的痛苦。
你在琅琊郡王府都打探到了什么？2件事。让我来猜猜。李氏想让安康去做驸马，这样一来，武氏就少了一员大将，对吗？安康叫的倒是亲热，可那日在万国乡，他对你的态度并不友好。5年前，金元之战，我们曾一同作战杀敌，太久没见，他以为我变了而已。另一件事呢？李宗旭想在夜宴上刺杀使臣，嫁祸给你。好啊，利用破坏2族和睦的罪名，将我除掉，这样既能拿走芒沟的地契，又能再造武士。哎呀，你的麻烦那么大，我还愿意跟你合作，你真该感到庆幸。李兄，嗯，你这爱犬皮毛纯正又油亮，怕是名贵的很呐。这每日光是吃食，就得给它备上12盘菜，日日不重样，那可不是白吃的。像是他最爱吃的那个萧灵志，我都让下人变着法儿的给他做。那萧灵志可得取雀舌，和羊羔的新鲜肉一同烹制。李兄，不愧是家世显赫呀！是呀，李兄，你这爱犬在五方训练已久，况且啊，我朝大宴一向重寿宴，这象戏马戏皆是一绝。若是李兄能在此次夜宴之上展示这犬戏的话，定能大放异彩呀！是啊，哎呀，但我这狗啊，连平日都令我头疼得很，让它安静它就叫唤，让它往西它就往东，更别谈配合什么犬戏了。哎，这林子里怎么有狗啊？走，上去看看。走。哎，你是什么人啊？自然是驯兽之人。驯兽之人，我看你即便有些驯兽的本领，怕是也抵不过五方的那些驯兽师吧？就是啊。你竟然敢！你们说的那五方，不过就是训些鹰犬走狗，而我，从小住在山林里，跟野兽同吃同住，就连蛇见了我，都会乖乖听话。这训些鹰犬走狗，这听着怎么像骂人呢？阿瑞，不如就先回吧。啊，咱们下次再去。李兄告辞。哎，告辞。去吧。你可知我是谁啊？我哪知道你是谁啊？讲话别半句半句往外蹦。我父亲乃是琅琊郡王，圣都的第一副赏，你可别把我看成什么寻常的纨绔子弟啊！我跟他们才不一样。你们有钱人说话都这么绕吗？就不能一口气说完呀？啊，嗨，行，那我就有话直说了。我呢，一直想着尽早帮着家父打理生意，可又不知该如何讨他老人家的欢心，正为此事伤脑筋呢。讨人欢心不容易吗？投其所好呀，送些什么名器、墨宝之类的，送画，有市无价的名画，收到的人脸上有面儿，自然就高兴了。哎，你算是说到正题上了。这马上就要迎使夜宴了，这你知道吧？我当然知道。我看你有一些驯兽的本事，我决定了，给你一个发财的好机会。我呢，也是你选的驸马之一，你得助我用兽眼给使臣献上一幅名家所画的《千秋盛世图》。嘿嘿。
你就这么上赶着当这个驸马呀？哎，其实驸马那个位置，我自然是瞧不上的，啊，我只是想让我父亲能在众人面前挣足了面子，如此一来，必能得到他的认可。若是如此，鹰戏犬戏就太俗套了，何不给他更大的惊喜，来一出凤凰献瑞？凤凰献瑞，哪里来的凤凰们？白弦你听说过吗？白弦通体雪白，尾长似凤凰。到时候你把画放在锦盒里，我让白弦衔盒而上，向使臣进献降物。白弦，甚好啊，甚好。只不过，即便是我现在去给你找白弦来，怕是也来不及训他吧？这你不用担心，我从小就养了一只白弦。既然是惊喜，那就不能让旁人提前知晓。寿宴一事切记保密，连你父亲都不要说。我明白。哎，那个今日所见之事，敢透露出去一个字，我割了你们舌头。是。走吧，带你去我养白弦的地方，让你见识见识。行。弄到白弦，花了你不少心思吧？我再花心思，也训不了他，不是吗？给，至少他现在肯吃你手上的食物了。其实他并没有熬鹰奶，只是我们时间太少了。但是你放心，我一刻也不休息，一定能让他学会特定的指令。你怎么就不能像别人家的狗一样，那么听话呢？嗯。再给你一个机会啊，可好好表现。去。哎，看着了吗？好狗啊，好狗！孩子，哎呀，好狗！娘看看，你这人怎么动手伤人呢？我要去官府告你！哎呦，告我！哎，自己斗狗而致伤者，狗无责，我亦无责嘛。去，这些钱甚至够买你儿子的命了啊！哎呀，好狗！什么样的爹养什么样的种。我今日看到李前兆上狗咬小孩，我恨不得拿刀给他剁成肉酱。他咬了别人，我就让黑仔咬他。有了，我让黑仔现在就扮成蜘蛛妖，我吓死他！啊，不行，你别冲动啊，不准擅自行动。你要是被发现了，那我也绝对不会连累你们。霓裳呢不够信任我，你呢不够稳重，还是担心好啊？怎么说怎么做，从不出差错。怎么还当着人面连捧带踩的？也不知道是谁说过我最贴心呢。就是，你可不能偏心啊！行了，你们三个都跟小孩似的，幼稚。
你呀，要是真想吓唬他，大可在吃食里加点迷魂草，就能令他产生可怖幻想，没必要自己去。知道了，我也就是说说气话。反正明日李宗旭都得死。谁说他明日会死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花了这么多心思，明日这么好的时机，难道不取他性命吗？他的命要取，但李宗旭涉及御史案，他的身上会有更多我们不知道的信息。没错，所以等明日按计划揭露他之后，就能趁他被羁押的时候，盘问出御史案的详情。羁押之后，若有人要保他呢，那他不就又……我们为什么要冒这个险？我觉得彩莲说的对，我们何必弯弯绕绕？哟，跟谁喝酒呢？还能有谁啊？我姑母呗。她这人酒量不行，喝了就睡。怎么来我这儿啊？明日便是迎史夜宴，我阿兄正在武士场选拔表演秦王破阵乐的将士呢。那你这是邀我去凑热闹？错，这次不是我邀你，是我阿兄。县将军，如果有一天，在圣都安逸度日的羽林军也被征调沙场，你觉得凭他们现在这样，能活着回来吗？末将惭愧，我必整顿所有羽林军，绝不懈怠。贤儿，你别仗着县将军从前是我的旧部就欺负人家，比试嘛，有输有赢很正常。不，武舍人的教训醍醐灌顶，在圣都待久了，我操练部下的确有所松懈，该万分警醒。下一场，和我练练。可以在夜宴上演绎秦王破阵乐是好事，此曲气吞山河，震慑四海，可以向天下人展示大风的鼎盛雄威，让其不敢来犯。硕丹想让你做驸马的事，已经传开了。你想好如何应对了吗？此事却在我的意料之外，不过还好，还未尘埃落定吗？你若是没回来，现在该是多么逍遥自在。即便圣上未将我召回，我也一样要回来。这是为何？你可曾听过金元之战？5年前，硕丹起兵犯境，你率军出击，以1敌100，大获全胜。全胜？不，那一仗惨烈无比，犹如噩梦一般，差一点我们就满盘皆输。你知道这是为何吗？因为缺盐，盐是极重要的军需，仗还没打完，盐却限别，后方的补给又一直不到。你若长时间不吃盐，便会全身乏力，这在战场上是致命的。我们节节败退，只能退成苦手。谁曾想这一手就是数月之久，2年已尽，城内恶评遍野。我已经战马杀死了分给大家，可最终也只是杯水车薪。这样的困局，你们是如何获胜的？我一直在谋划对硕丹的奇袭，可派出去勘察敌军营帐所在的小队却迟迟未归。直到有一天，袁绍成他一个人浑身是血的回来了。他那时虽只是个旅帅，但是沉着睿智，带回了硕丹军营的情报。我们筹谋后，利用火攻，最终仅以5000人杀退了敌军8万主力。我还记得当时在边境听到外邦有句古谚语：
官僚挑起战争，富人提供武器，平民送去孩子。可当战争结束后，平民们却只能去寻找孩子的尸骨。男儿保卫家国，战死疆场，无怨无悔。可是因为颜良未至，客死他乡，实在不甘。我这次回来，就是要替我死去的兄弟和百姓讨一个说法。当年负责颜良调运的仓司使，你应该都一一查过了吧？没错，毕竟有正仓和地场的县，掰着手指头就能数得过来。华阴、龙门、渭南、通泉。通泉。我之前协办军饷案的时候，也听说过这个地方。那年正逢大旱，仓司使以旱情为由，一直拖延对边境颜良的调运。现如今的户部徐清，便是当年的仓司使之一。还有什么？还有徐清与李氏的关系颇深。李宗旭虽专卖圣都官盐，但手却伸得很长。原来是他。我听闻郑元找你看过病，然后就死了。你最近又给李宗旭看病去了？你今日邀我来，原来是有所图啊。放心，我不会贸然介入，免得打草惊蛇。好，只要你不追问我的事，那么你想知道的，我可以帮你。阿爷，这是儿子请国手所绘的《千秋盛世图》。哎，你看这儿，儿子还让人以金粉金片嵌入这楼宇之中，更显得我朝盛世气派。不愧是国手之作呀！我想在夜宴上将此画献与硕丹使臣，这样一来也好杀杀他们武士的气焰。好，把此画好好收起来。那阿爷这是准了？准了。这样，明日焰火升空之时，你来献礼，也让他们好好看看我们万国来朝的江山盛景。好。吴舍人，吴将军被列入驸马人选一事，是不是李氏的人搞的鬼？我若有能帮得上吴将军的地方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惜。县将军的知恩图报之心，我很欣赏。不过当下你不必为任何事分心，好好操练羽林军便是。对了，你时常写字，我看你也练剑，手上略有薄茧。这是我学千金一方中以防风、白芷、朱脂等料所配，有润肤之效。武舍人若是不嫌弃，一想到县将军这握剑的手，替我细细熬煮这些，就觉得有趣得很。县将军年岁也不小了，前阵子礼部侍郎有意将女儿许配于你，你却迟迟没有答应，这大好年华，岂不可惜？若你让我娶妻，我便娶。你遵循自己的心意就好，不必问我。之前你帮我找的那个炼丹师不合我意，重新找一个吧。是。夜宴之际，兹事体大，若成了固然好，若败了，我也绝不会牵连你的。叶平安能找到这么重要的情报，还是有用处的。只是夜宴一了，他便失去了价值。我要你趁着夜宴之乱，杀了他。下官以为，这叶平安日后还会有别的用处。我不是在跟你商量。是，我会见机行事的。没别的事了，你先退下吧。
你带我来这儿，还是想跟我聊夜宴之事吧？你真的觉得在夜宴之上动手是好时机吗？你说的道理我都明白，但是我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。是他害得我这么多年来都不敢回家，因为我的事，阿叶遭人非议，被迫从一个教书先生变成了屠户。我怕被人认出来，让阿叶继续蒙羞，所以这些年来，我宁愿当个死人。平安，你说这个仇我能不亲自报吗？彩莲，我明白你的痛苦。李宗旭的命，我们一定会要。可如果你在夜宴上动手，也会让自己置身于险境。为了这样的出手，值得吗？彩莲，你看看，这身边的一切，你现在有我们这些家人，还有黑仔。以后还会有更多美好的事在等着你，相信我，我们一起，一定会让李宗旭得到应有的惩罚。今夜之宴规格颇高，琅琊郡王府及刑部皆调派了人手来保卫安全。和生，文宇，你二人就在这宜华街附近放火，将人引开。好。要是动静闹太大了，圣上那边怎么交代？圣上已经去了万安山听秋玄大师讲经去了，不必担心。这条暗巷及周边2条巷道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这里有李宗旭部署的暗卫。安慰的事情，交给我和晋父子吧。夜宴先有秦王破阵乐，后有舞姬献舞，最后是我和李前兆的灵鸟献化。献化前，要将御史案的正午血女图与千秋盛世图对调，让儿子亲自奉上老子的罪证，也不知道心里是何滋味。到时候，我会同彩莲一起揭露李宗旭的罪状。李宗旭出发去夜宴后，我会入府取正午。在灵鸟献化前送回来。既然这样，文宇，今夜你别去宜华街了，去琅琊郡王府外接应丹心吧。明白。这便是琅琊郡王府特制的金玉剑。既然他想栽赃你，那我们就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给他来个人赃俱获。好，我来安排。届时我会在场内巡视，以应不时之需。大家行动务必小心。顾文宇，那个混账东西！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敢把伤疤露给你看，是因为我已经想清楚了。顾文宇，我要和你在一起。你说了这话可不能收回去啊，也不能变来变去。从今以后，你可不能光对我一个人好，还得对黑仔好。什么都先惦记着你的黑仔，不如以后他睡他，我睡地上。说什么呢你？
不喜欢？不是，我从小跟着阿耶一起放牧、学驯兽，习惯了跟动物相处。它们自由来去，聚散有时。我从未想过跟一个男人长相守。突然之间，有点恍惚了。你可以把我当一只小动物，慢慢就习惯了。彩莲，等恶人落马，我就陪你回通泉县，将伯父接来圣都。这样你以后也不用想家了。嗯，一言为定。天色不早了，我先去准备了。顾文宇，这个我很喜欢。得过来一下。我有件事要跟你们说。顾文宇，看来我们彩莲要和心上人终成眷属了。我也听平安说了，顾文宇这家伙不错，性子又好，我真为你高兴。恭喜，谢了。啊，清俊，你怎么从赌坊过来了？刚好，这账目啊，我有一些没弄明白，赵玉他又不在，就过来问问你。账目的事不着急。今天啊，别忙了，去喝顿好酒。嚯，这什么喜事啊？也算不上喜事，我们要做件惩恶的大事，去揭下一个伪善之人的面具。哎，我以为，虽然我是个清教头出身，但我什么都会一点。你不是说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吗？有什么脏活累活，我可以干呢。这样吧，今晚有个点火的活，倒是一起去。行。少成啊，你一直想走上高位，要真是到了那一天，你打算过什么样的日子？不知道，我也没想过，我只是不希望芒沟人再过现在这样的日子了。1个月前，我看到了。哎，你站住！今天看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今天我就烧了他！孩子捡了书，他爱看就让他看嘛，你烧他干啥呀？这些书最大的用处，不就是拿来烧火吗？看这些会把心气儿看高了。还小，不懂得他将来既不能科考，也不能为商，只有给人做奴仆的份儿。与其这样，不如锻炼念想。你别烧啊！你放开！古叔，我听说有种草，生命力极强，它在哪儿都能生存，因为它能去，也能直，而去，往往有时候比直更难。我愿意做那屈身而行者，只希望有一天，备受欺压的芒沟人都能够停止脊梁做人。真希望这一天能够早点到来。
那夜宴上会发生什么呀？送礼送序，一份大礼。等会儿你去那边，记着，放完以后马上跑。行，去吧。哎，你今天来早了吧？今儿不是与民同乐吗？我也想着早点收了，带孩子凑凑热闹去。你可别把人给熏着了。去，跟我从后面进去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久闻破阵乐之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不同凡响啊！狼阳郡王今日设宴，是为接大风与硕丹两族之好，以5月迎客，是不欢迎我等吗？贵使此言差矣啊！大风与硕丹联姻本是强强之交，以此午宴客，扬我大风之威，方见重视与诚心呐。扬大风之威，好极那我硕丹这破阵乐气势磅礴，我很喜欢，不必多说了。叶心使此刻的心思，当不在欣赏这破阵乐上了。袁少卿不也一样吗？兄长，从入座开始，这武良辰的眼睛就没离开过那位公主。只可惜，公主眼里只有兄长你一人。那又如何？能得硕丹公主的青睐，兄长难道不动心吗？边关未定，何以为家？若有朝一日，我真的要踏入那硕丹的王庭，也该是以大风将军的身份才是。这是最后一间茅厕。哎呀，行了，就那儿，你自己去吧啊。谢谢啊。